为了改变原世界女友因救我而死亡的结局，我被迫和系统签订了一份攻略契约，只要我对这个世界的女主100%顺直到死亡，就能复活我的爱人。于是我带着目的接近柳如烟，当了她3年的舔狗，甚至甘愿替她心上人断手赴死。所有人都笑我卑微下贱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期待死亡已经很久了。然而就在我死后，那个高高在上的女总裁却因为我留下的一个视频彻底失控。3年了，我终于能复活自己的女友了。肾上腺素褪去后，我眼前一黑，浑身脱力倒下。柳如烟下意识扶住我，却震惊地发现我赤着双脚，地面上一大滩血迹，触目惊心。显然是接到电话时太过匆忙，连鞋都来不及穿。她微微蹙眉，眼底掠过一丝动容。这世上竟真有这般不顾一切的感情，连自身安危都能置之度外。旁边有人注意到我脚下的血渍，先是惊呼，随即露出讥诮的冷笑。快看贺强这狼狈相，为了刘姐连脚割破了都不管，真是舔狗舔到骨子里了。可惜啊，舔狗终究一无所有，刘姐心里只有纪少。她做这些给谁看？就算她感动全世界，也感动不了刘姐的心。刘姐别管她了，反正她都答应替纪少爷截肢了，扔这儿算了。本该为我能替纪伯晓断手而松口气的柳如烟，此刻却莫名心烦意乱。她竟鬼使神差地搀起昏迷的我，在场众人皆是一愣，有人忍不住开口：“刘姐，您该不会真被这舔狗打动了吧？”柳如烟神色骤冷，胡说什么？她还没完成对伯晓的承诺，我自然不能让她出事。说罢便匆匆扶我离开，仿佛要掩盖某种慌乱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在昏沉中仿佛见到小雪温柔的面容，拼命伸手想抓住这缕幻影。小雪，再等等，我很快就能回去见你了。这3年，全凭对重逢的期盼，我才能在这个冰冷的世界坚持下来。然而温暖骤然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双冷厉中带着怒意的眼眸。柳如烟用力扣住我的肩膀，眉间凝出深痕。回去？你要回哪里去？我瞬间惊醒，暗道不妙，强压下心惊，我试图转移话题。是你带我回来的。他却不依不饶，回答我：你究竟打算去哪里？见避无可避，我只好苦笑。你在这里，我还能去哪呢？这句话仿佛一颗定心丸。柳如烟神情稍寂，又恢复了往日的高傲。医生稍后会来给你做评估，你做好准备。我顿时明白，他带我来此不过是怕我反悔断手之约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心底泛起一丝涩然。反悔？我怎么可能反悔？只要小雪能醒来，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。医生在一旁絮絮道：贺先生，我们虽然可以在您断手后给您安装假肢，但假肢到底不能和真肢相比，到时候你不能拿重物，不能频繁用手，身体会有排异反应，甚至你的整条手臂都会坏死。我却呆呆的出神，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眼里。排异如何，坏死又如何？反正还有6天，这具身体就会彻底死亡，我哪里还会在意这些？柳如烟见我毫不在意，有些警惕。你这是什么反应？难道后悔了？我回过神，温柔又坚定地看向柳如烟，仿佛透过她在看着谁。不，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柳如烟听到我这坚定的表白，竟像被灼烧，慌乱的想要逃。你记得就好，出去透透气。我一个人留在房间内，医生叮嘱的差不多，我便起身离开。可我才刚走到楼梯拐角，就遇到了暂时被放出来的纪伯晓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纪伯晓，但他的样子我却深刻心中。因为柳如烟的手机屏保、家中的照片墙还有钥匙扣中都是这张面孔。纪伯晓拥有雕塑一般立体的五官，眼眸深邃，薄唇微抿，让人见了就不由心生好感。怪不得他能让柳如烟这样的天之娇女念念不忘。不过我不想跟他有太多交集，礼貌点头就要离开，纪伯晓却拦住了我，神情委屈道：贺先生，刘姐说就是你要替我断手吧？真对不起，要不是我惹出事来，你也不至于失去一只手。我神情没有多大波动，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自己只有对柳如烟100%顺，才能救回女友。纪伯晓本想来炫耀，但我的态度就像他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哼，你自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了什么算盘。你以为你断了一只手就能娶到刘姐吗？他那张俊逸的面孔凑到我面前，显得有些狰狞。你做梦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纪伯晓就诡异一笑，重重向后倒下去。他倒下时还惊慌失措惨叫道：贺大哥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我只是想补偿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来不及解释，就觉眼前一道身影闪过，随后脸上一阵火辣辣的刺痛。贺强，你这个混蛋！伯晓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柳如烟双目猩红，狠狠瞪向我，随后快速冲下楼去查看纪伯晓。我挨了一巴掌，耳朵嗡鸣，下意识想解释，纪伯晓却率先开口，苍白着一张脸：刘姐，不要怪贺先生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也不用失去一只手，他找我撒气也是应该的。柳如烟听到这话更加愤怒，刚才是你自愿答应，现在又出尔反尔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而且这一切都是我决定的，你为什么要迁怒无辜的伯晓？我虽然告诉自己不要再心痛，可是看着柳如烟这狰狞的模样，我还是忍不住心脏骤缩。就算我们之间没有感情，但自己为他赴汤蹈火3年，他就这么想自己？纪伯晓小心翼翼迎着泪水：刘姐，算了，就让贺先生出气吧，我没关系的。他这话无异于火上浇油。柳如烟顿时更怒，对身后的保镖道：他是怎么推伯晓下去的？你们就怎么把他扔下去？还有贺强，今天晚上的家宴，我要你当众向伯晓道歉，不然我们之间的约定就彻底作废。说罢，柳如烟不再给我一个眼神，转身就哄着纪伯晓离开。不，我拼命挣扎，却被2个高大的保安生生架起，从2楼丢了下去。剧烈的撞击让我眼前一黑，随后视线就被鲜红的血液占据。救命！救救我！可没有人理会我，也没人给我叫医生，更没有人像小雪那么豁出性命保护自己了。我绝望地闭上眼。过了不知多久，我被一杯凉水泼醒。我捂着发痛的额头，眼前一阵模糊。贺先生，家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柳小姐请
请您下去。管家居高临下道，我声音虚弱，脸色苍白，我身体不舒服。管家却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小姐说了，就算是用压的，也要把你压下去。我头痛欲裂，但还是咬牙站了起来。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快了，还有6天，我就能完成任务，离开这个炼狱般的世界。我捂着发痛的额头，跟着管家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家宴现场。柳家的亲戚穿着各色高定，拿着美酒，觥筹交错。我身上还是上午那件血迹斑斑的衬衫，站在人群中格格不入。但我马上就要离开，也不想再生任何波澜，只是看着众星捧月的季伯晓，季少，今天是我柳家的家宴，如烟还把你邀请过来，显然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了。我听说如烟还特意找人替你断手，这份感情天地可见，你可不要错过眼前人啊！是啊，还有你手上这枚戒指，这可是米国珠宝大师亲手打造的海洋之星，价值上亿，如烟费了好些功夫才买来的呢。我循声望去，只见季伯晓的手上确实戴着一枚硕大耀眼的戒指。季伯晓也是耀武扬威的向这边看来，他本以为我会破防，谁知我一脸淡然，没有一丝痛苦，因为还有6天，我就能复活女友，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了。现在我只想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得最低，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季伯晓突然满脸恶意向我走来，他低声道：“姓贺的，你胆子不小啊，还敢来！看来我不给你一个深刻的教训，你还会继续纠缠刘姐。”我意识到不好，但为时已晚。季伯晓狞笑着把手中的戒指扔进壁炉中，随后惊呼道：“贺先生，你怎么生气都可以，但不能丢了刘姐给我的戒指啊！”众人很快被季伯晓的惊呼声带跑，柳如烟也是连忙上前：“怎么了，伯晓？是不是贺强又欺负你了？”季伯晓顿时满脸是泪，捂嘴摇头道：“刘姐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送我的戒指，贺先生把它扔进火炭里了。”柳如烟一张俏脸顿时更沉，眼如刀刃般瞪向我：“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伯晓？”随后他就心疼地哄道：“没关系，不过就是一枚戒指嘛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再给你定做一枚就好了。”季伯晓却哭闹道：“不，这是你送给我的第1枚戒指，我就要它。”说罢，他就疯了一般把手伸进炭火中。柳如烟连忙拦住他道：“你疯了，你的手会被烧伤的。”季伯晓却哭道：“我不管，我就要这枚戒指。”柳如烟皱紧眉头，随后像是想到什么一般，冷冷望向我：“既然伯晓一定要这戒指，那就由你这个罪魁祸首去拿。”说罢，他就猛地将我推向壁炉。我惨叫一声，双手瞬间就被上千度的壁炉灼烧，壁炉里都是通红的炭火，皮肉很快就被烫得溃烂出血，剧痛让我眼前一黑，烈火灼烧的痛和上午被扔下楼的痛交织在一起，我快要撑不下去，好痛！我突然想就这样死去吧，可一想到小雪那张温柔的脸，我咬了咬牙，不，我还不能死，如果我死了，那任务就宣告失败，小雪就再也无法复活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咬牙用尽最后一分力气抽出双手，炙热的火炭已经粘在我的手上，我在抽手，无异于剥皮抽筋，我狼狈地摔倒在地，双手一片血淋淋，伤口饥可见骨，剧痛让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双手抖如筛糠，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笑话。可不等我缓过神来，我就再被2个人架起来。这2个黑衣保镖面色冷淡道：“柳小姐说，今天你必须要捡回戒指，抱歉了。”说罢，我就再次被扔回壁炉中，我那已经血迹斑斑的双手再次被火炭灼烧。我绝望地回过头，也看出自己今天捡不回这枚戒指，他们是不会放过自己的。我只能咬牙在烧红的炭火中翻找，火焰席卷而来，灼烧我手上的每一寸皮肤，犹如千刀万剐，让我无比痛苦。可我只能忍受这极刑，一次又一次地挪开火炭，找了整整1个小时，我双手血迹斑斑，已经没有一块好肉，才终于找到了那枚戒指。黑衣保镖随意扔给我一团纱布，我靠着墙勉强支撑自己去后面胡乱包扎好双手。我正准备去给自己找点止痛药时，突然见到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正拿着手机得意的对话：“伯晓啊，我看你就从了柳如烟吧，你看他今天都把你带到家宴上了，还当众送你戒指，这什么意思？昭然若揭了。”就是你一开口，他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摘给你，而且这次你差点断手，也是柳如烟找人替你，还有你的戒指被甩进壁炉，柳如烟更是直接让贺强上手去取，你就一点都没被柳如烟打动吗？季伯晓却像是听什么笑话一般：“妈，柳如烟被我骗了就算了，你和爸不会也被我骗了吧？”电话对面一愣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季伯晓讥讽：“爸妈，人性本贱，我要是真那么容易就答应柳如烟，你们觉得他还会像现在对我这么好吗？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会被珍惜了，所以从我当初拒绝柳如烟开始，这就是一个局罢了。”季家夫妇一愣：“局？那你当初非要出国？”季伯晓讽刺笑道：“当然也是骗柳如烟的，我只有在他对我感情最浓烈的时候离开，才能让他念念不忘啊。”季家夫妇听到这里不禁感叹：“好儿子，还是你高啊，不过你可别玩过火了，咱们季家资金链断裂，还指望着他给咱们投资呢。”对，尤其是那个贺强，他可是个对手，柳如烟已经答应只要他帮你断手，就给他名分了，他们要真结婚，你这些谋算不就全都白费了？季伯晓却志在必得笑道：“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柳如烟对贺强那舔狗根本没有一点感情，今天上午我故意跌下楼梯诬陷给贺强，他连监控都不查就让人把贺强从楼梯上扔下，给我出气。还有今天这戒指也是我故意扔进壁炉里的，你们看柳如烟不也是毫不怀疑就逼着贺强去捡？只要我一开口，柳如烟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，还会跟贺强结婚。”我听到这里不可置信捂着嘴，免于自己惊呼出声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季伯晓设下的局。柳如烟视若珍宝的白月光，真面目竟如此不堪。我连忙检查自己的手机，好在这视频我全都录了下来，还有6天时间就要离开。我深吸口气，这就作为我最后送给柳如烟的惊喜吧。我回到楼上时，发现柳如烟正站在我房间的门口，此时柳如烟双手抱肩，一双美眸阴沉地看着我，但落到我的手上时还是闪过一丝不忍。我都说了让你不要再去招惹伯晓，你为什么不听？我默默将双手藏在身后，心中更觉凄凉。我说柳如烟怎么会
会大晚上的来等自己？原来还是为了季伯晓。我下意识想要把视频拿出来，但还是松了手，因为我知道柳如烟这个时候相信季伯晓远胜过自己。我就算拿出视频，柳如烟也不会相信，说不定还会觉得是我在诬陷季伯晓。但等我离开之后就不一样了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想到这里，垂下眼眸，许久才道：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，等6天之后我会给你答案。说罢，我一瘸一拐走回房间，没有回头。柳如烟看着我的背影，秀眉紧皱，心情莫名复杂。次日一早，我早早起床，因为今天是我和小雪的恋爱纪念日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小雪都会央着我一起去游乐园，我们会在游乐园玩上一整天，晚上再去餐厅美美享用一顿。我想到那个画面，就不由自主地勾起嘴角。还有5日，我就能回到从前了。我兴致勃勃地买了2张票，来到游乐园，这里是小雪最喜欢的地方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走进游乐场，满脸深情地望着手心藏着的一枚素圈戒指，这是穿越后小雪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。小雪，今天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，我希望……我这话还未道尽，那边就传来一道熟悉又有些疑惑的声音：贺强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柳如烟皱紧秀眉，似乎很诧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又看了看我手中的2张门票，脸色顿时更沉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母亲去世的日子？我一愣，悄无声息地藏好戒指。系统也适时提示，今天确实是柳如烟母亲去世的日子。柳如烟是柳家家主原配的女儿，只可惜原配夫人在带着小如烟去游乐场时出了车祸，这也给柳如烟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。柳父也因此一直责怪柳如烟妇女不睦。从那以后，柳如烟再也没有走进过游乐场，这是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包括她最爱的季伯晓。所以当我拿着2张游乐园的票出现在柳如烟面前时，她的内心是震撼的。我没想到竟然会这妖巧，我也不能说出实情，只得站在原处沉默着。但我的沉默落在柳如烟的眼中，就是另外一层意思了。她一双美眸微微结雾，向来清冷孤高的俏容上也出现了一抹动容。秘书忍不住替我说话：刘总，这些都是贺先生天不亮就开始准备的，他不光买了游乐场的门票，还订了旁边最好的餐厅，就是为了让您开心。可怜他一手的伤，这秘书跟了柳如烟多年，谁是真心谁是假意，他看得门清。贺先生虽然不善言辞，但能为刘总豁出性命。季伯晓虽然得柳总喜欢，却华而不实，他还是希望刘总能跟贺先生走到一起。柳如烟看向我，眼神有些复杂。许久，他咬了咬贝齿，恢复清冷的模样。就算你为我做这些，我也不会感激你。柳如烟虽然嘴上傲娇，但还是跟着我走进了游乐园。她记得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一次游乐场，可是每当提起父亲都会一顿痛斥。小小的她还不懂那么多，直到后来她再也没有去过游乐场。谁能想到她人生第一次去游乐场是跟我一起。我虽然很想说今天是我和小雪的纪念日，但柳如烟误会也没办法，两人就这么在游乐场中游玩起来，直到最后柳如烟玩完了所有项目，准备离开时，我却指了指山上的摩天轮道：这个还没玩过呢。传说摩天轮转到最高点的时候可以许一个愿望。柳如烟一愣，下意识昂起头，她从没去过游乐场，所以不知道摩天轮的传说。两人坐上摩天轮，直至最高点，我眼中闪过光芒，催促道：到最高点了，快许愿吧。柳如烟虽然觉得幼稚，但还是双手合十道：希望季伯晓平安顺遂，玩极限运动时不要再受伤。许完愿后，她下意识看向我，只见我眼底的笑意渐渐暗淡，不由加了一句：希望贺强6天后的手术也能顺利，不要影响正常生活。说话之间，摩天轮也从最高点慢慢降下，谁知就剩最后10米时，摩天轮突然出了故障，我们上面的铁索摇摇欲坠，眼看着我们坐的那节包厢坠落，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我猛地扑到柳如烟身边。还有6天我就能离开，但要是柳如烟这个攻略对象有个3长2短，我的任务就自动宣告失败。就算我死，也不能让柳如烟有任何损伤。想到这里，我将柳如烟死死护在怀中。轰！一阵巨响，摩天轮的箱子从10米的高空掉落，4分5裂。柳如烟惊慌地看到我将自己死死护在怀中，随后我的头下溢出越来越多的鲜血。贺强，不！我在昏厥之前只听到这撕心裂肺的一声，我浑浑噩噩地闭上眼，自己一定是听错了。柳如烟怎么会这么紧张自己呢？不等我想明白，就彻底陷入了昏迷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捂着发疼的额头醒来，就见柳如烟抓着我的肩膀激动道：贺强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要拿自己当垫背？你知不知道那样会死人的？我被他抓的肩膀生疼，却不能告诉他真相。如果柳如烟死了，自己这3年所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，我的女友再也没有办法复活。想到这里，我满眼深情地望着柳如烟，就算我死，也一定要护你周全。轰！柳如烟内心巨震。这3年来，我虽然一次又一次向自己诉说爱意，但她却从未当真过。可摩天轮上，生死关头，我却毫不犹豫就把生的机会留给自己。这不是爱是什么？从前那些百依百顺，那些口口应答，或许还能表演，但这是赌命啊！我真的爱自己至此吗？就在柳如烟心情复杂，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时，突然电话铃声响起：刘姐，不好了，你快来医院吧！季伯晓得了白血病，急需骨髓移植。什么？柳如烟听到这话，猛地起身，神色慌张起来。伯晓怎么会突然得了白血病？电话对面急促道：刘姐，你就先别问这些了。季少是熊猫血，医院没有合适的血包，现在室内只有贺强一个人是熊猫血，赶紧让他过来吧。贺强。柳如烟看着重伤才醒，满脸苍白的我，第一次迟疑了，能不能去其他市调骨髓？我怎么说也是因为自己受伤，现在我才刚出 ICU， 又要被拉去抽骨髓，就连他都觉得残忍。电话对面的闺蜜一愣，随后诧异道：刘姐，你在搞什么？那可是季伯晓，你竟然为了贺强拒绝季伯晓。在他们的眼中，我就是柳如烟的一个免费血包。刘姐怎么会在乎一个血包的死活？倒是我看到柳如烟那迟疑的表情，登时拔掉手上的针头，淡然道：我没关系的，去给季伯晓捐骨髓吧。我看了看时间，自己昏厥了足有3天时间，还剩3天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毕竟要是忤逆柳如烟的心意，我就无法复活小雪了。
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完成任务。我咬牙扶着墙站了起来，但在这瞬间就差点倒下，缓了许久，我才支撑着身体走了出去。柳如烟看着我那消瘦的背影，心中不禁一紧，也不知是因为我差点为了自己丧命，还是因为我毫不犹豫就为纪伯晓献骨髓。他总觉得我的背影那么凄凉，自己最该在意的人明明是纪伯晓，我同意为他献骨髓，他该松口气，为什么还会这么心痛呢？难道3年的相处，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对我有了感情？这种想法刚入脑中，柳如烟就立刻否认，不，这绝不可能，自己爱的人只有纪伯晓，他不过是可怜我罢了。他深吸口气，快速跟着我来到医院。献骨髓是要把针头刺入最深的大动脉，我才从鬼门关回来，护士抽了几次都没抽到动脉血。我闭着眼，嘴唇已经苍白的没有血色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抽了这么多次？你看他的血管都清了。柳如烟忍不住责备。小护士翻了个白眼，还不是你们非要他献骨髓？他现在这个状况是不适合献血的，你还指望能抽出多少动脉血？柳如烟被他对的无话，我却抬起头看向柳如烟，认真道：你不用担心，就算把我的血都抽光，也不耽误3天后我替纪伯晓断手的。柳如烟正颂，他下意识想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，可小护士那边却叮嘱道：行了，骨髓暂时够了，这些天让他多吃一些补血的东西吧，年纪轻轻，身体怎么会差成这样？谢谢您了。我真诚感激小护士后，就对柳如烟认真道：如果没有其他事，你去守着季先生吧，不用在这守我了。我不等柳如烟说话，就躺在病床上闭上眼。柳如烟看着脸上惨白没有一点血色的我，胸口像是被一团是棉花堵住一般，她想要开口，可沉默了一会儿，还是离开了。时间一日一日的过去，我干脆就住在医院，一是自己随时要为纪伯晓捐骨髓，二也是自己如今的情况也不适合出院。现在我满心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等着替纪伯晓断手那一天，只要挨到这日，我就彻底解脱了。这日我刚换了药回来，就听见2个医生正在低声说着什么。喂，你说纪少根本没病，这种事怎么瞒得住啊？瞒不住也要瞒。纪伯晓少爷可是一人给了咱们10万块，就让咱们唬住柳小姐，一定说她得了白血病。轰！我听到这里，瞳孔骤然放大，纪伯晓的白血病竟然也是编的。听说纪伯晓少爷是为了对付那个姓贺的，才会谎称自己得了白血病啊。可是贺先生的身体里外都是伤，已经经不起这么抽下去了。那又如何？纪伯晓少爷的意思是能抽干他的血才好呢。我听到最后，一身血液都凉了下去。我知道纪伯晓狠毒，却没想到他能狠到这个地步。我们2人无冤无仇，他竟然要抽干我的血。我下意识摁下了录音键。若说从前的视频柳如烟还能质疑，那这条音频就是纪伯晓怎么也狡辩不了的了。我看着手机，满目凄凉。柳如烟，你心心念念的竟然是这种人，真不知道你见到他的真面目时会是什么反应。死亡倒计时23小时59分59秒。我听着系统的提示音，望向病房外，双手因为激动微微发颤。我终于要回去了。最近柳如烟的表现十分反常，她几乎每日都来陪自己用晚饭，还让家里的保姆给我煲猪肝汤。我当然不会以为柳如烟转性了，想必她是怕自己在关键时刻反悔才会如此吧。但她不用担心，因为我等这一日等得更久。别说是断手，就算上断头台我也甘之如饴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争吵，声音的主人不是别人，而是柳如烟和她的闺蜜。如烟，纪伯晓为了不让你嫁给贺强，又哭又闹都要放弃治疗了，你还不赶紧跟贺强挑明一切？你在等什么？柳如烟沉默许久，垂下眼眸道：我只是怕跟贺强说了之后他会反悔，不肯替伯晓节制罢了。哎呦，不会的，贺强就是你的头号舔狗，你说一他不说二，只要你开口，就算不嫁给他，他也会替纪伯晓断手的。闺蜜絮絮又劝了几句，随后像想到了什么，脸色骤变。如烟，别告诉我你真的喜欢上贺强了。柳如烟开始还沉默不语，听到最后，神色终于冷了下来。你别胡说，我爱的人只有伯晓。病房中的我眼神黯淡，摇头苦笑，闭上了眼。2人又在病房外说了几句，柳如烟才推开大门走了进来。我装作刚醒的模样，但我已经知道柳如烟要说什么了。果然，柳如烟直接开门见山道：伯晓不同意我用嫁给你做条件，让你为他断手，他不希望我因为他嫁给一个不爱的人，所以抱歉，之前我答应你的事做不到了，但除了和你结婚外，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事。我突然想到家宴当日，纪伯晓曾对自己说，只要他不点头，柳如烟就绝对不会嫁给自己。看来这就是他阻止柳如烟的手段了。只可惜纪伯晓根本不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有爱过柳如烟。我深吸口气，看向柳如烟，你能答应我任何事，那我希望立刻就能替纪伯晓截肢。什么？柳如烟瞳孔骤缩，俏脸上满是不可置信。你说什么？你希望立刻为纪伯晓截肢，这就是你的愿望？我点头，眼神坚定，是，我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，让你安心，而我也能尽快回到属于我和小雪的世界，这样我们都能完成自己的愿望了。柳如烟看着我那坚定又深情的眼神，突然感觉自己被我眼中的爱意灼烧，无处可逃。她想过自己毁约，我会怒斥，会破防，甚至会破口大骂，却没想过我会是这个反应。柳如烟秀眉皱紧，浅棕色的瞳孔中充满不解。贺强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深情地望着柳如烟，眼神深邃，却像是越过她在望心中的人。我坚定道，没有原因，因为你就是我存在的意义，这也是实话。我就是为了柳如烟才会来到这个世界。柳如烟的身体仿佛被一阵强大的电流击中，每一条神经都在颤抖。从前她不懂爱，但这一刻她仿佛看到了爱的实质。柳如烟鬼使神差，脱口而出，等你替伯晓断完手后，有一件东西想给你。我微微勾起嘴角，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。这要巧，我也有一
一件东西想让你看，不过我希望你能等我去剁完手后再打开。柳如烟不解，为什么不能现在看？我微微一笑，因为现在看就没有惊喜了。这里面不光有纪伯晓和纪家夫妇的录音，还有2个医生的对话，更有当日纪伯晓自己跌下楼梯的监控视频。不过等柳如烟看到这一切时，我应该彻底离开了。当日中午，我就在一堆医护人员的簇拥下走进了赛车场，这些人都是柳如烟派来的。等我被剁完手，就立刻带我去手术室。明明万无一失，但柳如烟看着我那单薄的背影，突然心脏一坠，像是缺了一块。她下意识上前对医生说道：“你们确定贺强不会有危险？”医生摇头安抚道：“您放心，只是断手，并未伤及要害，而且我们会立刻给贺先生手术，绝对不会让他出事的。”柳如烟虽然得到了医生的保证，但不知为何心中总是慌张。她捂了捂自己的胸口，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对我如此上心了？难道他对我有了真感情？赛车场内，我看着眼前拿着斧子的打手，心跳犹如雷鸣，却不是恐慌，而是期待和狂喜。只要这一板斧落下，小雪就能复活，自己也能回到原来的世界，一切都会回到最初的样子。咔嚓，斧头落下，我只觉身体异常疲惫，渐渐闭上眼，意识也模糊起来。恭喜宿主圆满完成任务，您的爱人已经醒来，接下来系统将送您回到原来的世界。斧头落下之后，医生们快速上前，但下一刻，有人发出不可置信的吼声：“不好了，患者没心跳了！”什么？患者没有心跳了？坐在外面等待的柳如烟猛地起身，脸上的血色瞬间消失。怎么会这样？一旁的秘书连忙安慰道：“刘总，您别紧张，手术中心脏骤停是很正常的事，而且医生也说了，这就是个小手术，没有伤及要害。”柳如烟听到这安抚，才勉强冷静下来，但她更加惊讶，自己最爱的人明明是纪伯晓，为何会为我如此紧张？在她听到我心跳骤停的那一刻，她感觉自己一身的血液都冷了，她甚至来不及想，还在医院重病在床的纪伯晓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柳如烟只觉自己都不像自己了，为何听到我有危险，她会这么慌张？终于，一行白大褂快步走了出来，柳如烟连忙冲上前：“贺强怎么样？”为首的医生满脸沉重：“刘总，请你节哀。贺先生的躯体在手术中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，那边刚截了他的手，他就没有生命体征了，不过他的血液还是可以用的。您担心的纪伯晓先生的白血病有救了。”轰！柳如烟大脑一片空白，节哀2字后，他已经听不到任何话了，他满心都是一句话：“我没有生命体征了，他已经不在了。”你们胡说什么？贺强他好好一个人走进去的，怎么会截个肢就没了生命体征？他疯了一般撕扯着医生的白大褂，双手抑制不住的颤抖着，眼中充满鲜红的血丝，犹如地狱恶鬼。是不是你们庸医误人，才害了他？你说啊，你说啊！医生慌张道：“不，刘总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，手术中的器械都记录着呢，他那边刚截肢就没有心跳了。”胡说，你胡说八道！柳如烟疯了一般推开这医生，跌跌撞撞向赛车场冲去，他的声音颤抖着：“贺强，你给我起来！你不是说要完成我所有的愿望吗？我要你起来！”柳如烟猛地打开赛车场的大门，向里望去，简单搭建的手术室内，器械冰冷，医生护士们看着暴怒的柳如烟，也是脸色苍白。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小手术会出事？他们更不能理解的是，这个时候柳如烟不是该为纪伯晓松口气吗？毕竟纪伯晓才是她的真爱。可谁想到断手之后，柳如烟绝口不提纪伯晓，反而满眼都是我。柳如烟看着手术台，身体剧烈颤抖，几乎站不住。在她心中，我就像是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。摩天轮那么危险的时刻，我都挺过来了，怎么会因为一场小小的手术而离开自己？她的脚下仿佛千斤重，望着手术台上那满目鲜红的躯体，脸上惨白，没有一点血色。柳如烟摇摇欲坠，不住地伸手去擦我脸上的血迹，可是那血越擦越多，我真的不在了。那个笑眯眯坐在她身边，告诉她会完成她所有愿望的人再也不复存在。柳如烟这一刻好像失去了全部支撑，猛地一口血喷了出去，随后彻底陷入了昏迷。与此同时，我终于回到了属于我的世界。我好像做了一个冗长的梦，梦中光怪陆离，自己为了复活爱人，留在另一个女人身边3年。这3年的时间，我无比痛苦折磨，甚至想要自我了断，但为了爱人，我都坚持下来。小雪，我挣扎着叫着爱人的名字醒了过来，刺眼的阳光让我捂住眼，下一刻我就看到了熟悉房间，熟悉的窗帘，熟悉的一切。我激动的瞳孔扩大，眼泪止不住的掉下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真的回来了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小雪也活过来了？我想到这里，飞奔向外，高声兴奋道：“小雪，小雪！”我在房间中来回寻找，却没有小雪的身影。更让我心下一凉的是，房间中小雪生活的痕迹也全部消失了。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南柯一梦？系统是假的，那3年也是假的，小雪也不会复活了。我像是失去了全部力气，整个人跌坐在沙发上，绝望漫溢上我的心头。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那我宁愿自己不要醒来，这样我好歹还有一个念想支撑自己活下去。可如今念想破碎，我还怎么坚持一个人活在这冰冷的世界？我是个孤儿，从小无父无母，被爷爷抚养长大。小雪对于我来说，就是生命中唯一的光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车祸当前，小雪拼死挡在自己面前的画面，这世上只有小雪会为我豁出性命。我绝望地倒在地上，心脏犹如被凌迟，眼泪大滴大滴落下。没有小雪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再也没有人会爱她如生命了。我恍惚起身，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，眼神逐渐变得坚定。我苍白道：“小雪，别怕，我来陪你了。”其实我从小雪不治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做好了随她而去的准备。要不是关键时刻系统出现，我可能早就自杀了。但现在一切都是骗局，什么系统，
什么异世界？什么只要留在柳如烟身边3年就能复活小雪？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！我失去了最后的念想，绝望地抽出水果刀，闭上眼就要向大动脉割去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道惊呼：“先生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扑通！我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心脏突然顿了一拍，我不可置信地向门口望去，下一刻，眼眶的疼得变红。小雪，真的是她！我手中水果刀掉落，眼睛一错不错地看着小雪。小雪的样貌和我记忆中几无二致，依旧那么温婉动人。她沐浴在阳光之下，只看一眼就让人有种心安的感觉。我从未有任何时刻如此感激上苍。我疯了一般向小雪扑过去，我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。小雪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我真的好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啊！我的泪水不断落下，我拥着小雪就像是抱着我的全世界一般。可就在这时，小雪却微微蹙眉，轻轻地推开了我，她的眼神依旧如从前一般温柔，此时却透露着疏离和陌生。先生，生命可贵，不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该自杀的。轰！我的内心巨震，我双眼瞪大，不可置信道：“先生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小雪满眼不解，秀眉微蹙：“我们认识。”这一刻，我只觉山崩地裂。与此同时，柳如烟这边，她无法接受贺强去世，急火攻心之下，一口心头血呕出就昏厥过去。等她醒来时，已经是夜里。贺强呢？柳如烟睁开眼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找贺强。一旁的秘书见此，叹了口气：“刘总，贺先生已经不在了，您莫要再折磨自己了，这伤的是自己的身子啊。”柳如烟美眸中却猛然迸发出杀意，凶狠道：“你胡说，贺强是不会死的，他说好会永远陪在我身边。”说罢，他一把拔掉针头，就要赤足向外跑去。秘书见柳如烟这疯魔的模样，咬了咬牙，挡在他的面前：“刘总，您清醒一点，贺强在昨天的手术中已经去世了，而且您不是最喜欢季先生的吗？他完好无损，这不就够了？医院那边还说，贺先生最后剩下的血液救了季先生，季先生马上就能出院了，这不是您一直所期望的吗？”柳如烟动作一僵：“是啊，季伯晓能平安，这不就是自己所期望的吗？而且截肢这种事，虽说不伤及要害，但这段时间贺强又是救自己，又是献骨髓，还在火中取戒指，哪件事不是要了半条命的？他还逼着贺强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为季伯晓截肢，甚至还在最关键的时刻违反诺言，说自己不能嫁给贺强。贺强的身体本就不好，再失去最后的念想，可不就万念俱灰了？”柳如烟脸色苍白，无力地瘫坐在地，是自己造成了贺强之死，他才是害死贺强的罪人。但下一刻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东西：贺强在进赛车场之前，把自己的手机交给他，说这里面有给他的惊喜。快把贺强的手机交给我！柳如烟快速打开手机，发现里面已经格式化，只留下几段视频。他双手颤抖着点开视频，期待里面的惊喜。这会不会是贺强留给自己最后的话？他一定还有很多话想和自己说吧。柳如烟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他有多么珍视贺强的遗物。他迫不及待地点开视频，像是恶鬼仰望天堂一般，想要再看贺强一眼。可是视频中的人并不是贺强。妈，柳如烟被我骗了就算了，你和爸不会也被我骗了吧？季伯晓讥讽：“人性本贱，我要是真那么容易就答应柳如烟，你们觉得他还会像现在对我这么好吗？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会被珍惜了。所以从我当初拒绝柳如烟开始，这就是一个局罢了。今天上午我故意跌下楼梯，诬陷给贺强，他连监控都不查，就让人把贺强从楼梯上扔下，给我出气。还有今天这戒指也是我故意扔进壁炉里的，你们看柳如烟不也是毫不怀疑就逼着贺强去捡？只要我一开口，柳如烟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。喂，你说季少根本没病，这种事怎么瞒得住啊？瞒不住也要瞒。季伯晓少爷可是一人给了咱们10万块，就让咱们唬住柳小姐，一定说她得了白血病。轰！柳如烟听到这里，瞳孔骤然放大，季伯晓的白血病竟然也是编的。听说季伯晓少爷是为了对付那个姓贺的，才会谎称自己得了白血病啊。可是贺先生的身体里外都是伤，已经经不起这么抽下去了。那又如何？季伯晓少爷的意思是能抽干他的血才好呢。最后一个视频是监控，上面清晰的显示着当日楼梯间的画面。贺强根本没有碰到季伯晓，是季伯晓自己冷笑着倒下楼梯。这一切都是局，是季伯晓设计贺强的局。柳如烟看到最后，整个人都在颤抖，她捏着手机的关节发青。她突然觉得视频中那个男人是那么的陌生，他好像第一次认识季伯晓一般。从前柳如烟只觉季伯晓弱不禁风，需要自己保护，可现在看他简直比地狱中的恶鬼还要狠毒。为了让自己死心塌地，他竟然能做出这么多丧心病狂的事。他不光自己迫害无辜的贺强，还连累他也当这个刽子手。柳如烟这一刻怒火攻心，贝齿都要咬碎。这段时间他都干了什么？他一次又一次地跟着季伯晓冤枉贺强，将他丢下楼梯，让他在火中取力，还逼迫他截肢。可是贺强却没有一点怨言，反而在生死关头以自己做肉垫救下了他。柳如烟的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，她自责地拉扯着自己的长发，痛苦地咬紧下唇，鲜血很快就从嘴角溢出。可她却自虐一般咬得更重。她都做了什么呀？为了一个蛇蝎，却伤害了如此爱自己的人。她多想时间回溯，一切重来。可是贺强已经死了，一切都无法重来了。柳如烟绝望地闭上眼。柳如烟如游魂一般离开医院，刚回到公司，就见几个秘书之间正在争吵。其中2个秘书道：“韩秘书，这死人的东西你还留着干什么？赶紧扔了，你也不怕晦气。”就是贺强已经死透了，老板又厌恶他，赶紧把这些东西都丢掉。那个姓韩的秘书正
正迟疑着，后面就传来一道高跟鞋的脚步声，我看谁敢丢！顿时几个秘书僵在原地，有些仓皇地看向柳如烟。刘总，这些都是纪少要我们扔的，他说死人的东西晦气，让我们……他的话还未道尽，柳如烟就直接冷眼打断，我是你老板还是他是你老板？这话一出，下面几个秘书顿时噤若寒蝉。柳如烟的眼神冰冷，扫向在场3人，以后谁再不经过我的允许碰贺强的东西，就给我滚出柳氏集团。是。几个秘书正战战兢兢要退下去时，柳如烟却突然开口道：慢着，韩秘书留下。韩秘书动作一僵，只得硬着头皮留下，其他秘书都是用看热闹的眼神看着他。刘总最喜欢纪少了，就算生气也是一时的。韩秘书站队贺强，一定会被刘总斥责，他们只等着看笑话了。柳如烟看向韩秘书，神色有些复杂，这是跟他最久的一个秘书，也是唯一帮贺强说过话的人，他好像是这3年来唯一给过贺强温暖的人。柳如烟突然很想跟他好好说个话，或者说是了解那个他3年都不曾了解的贺强。韩秘书有些拘谨地看着柳如烟，刘总，我不是有心要忤逆您，只是贺先生实在是个好人，我不想让他仅剩的那点遗物也被扔进垃圾桶。好人，你很了解贺强吗？柳如烟沉默许久才开口。韩秘书一愣，似乎没想到柳如烟会问这些。故人已去，将来柳家就是纪伯晓的天下，按理说他不应该跟柳如烟说这些，可是他还是忍不住。刘总，我从大学毕业就在柳氏集团工作，是跟您时间最长的人，谁对您是真心，谁对您是假意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。他小心翼翼地抬头，见柳如烟没有怒色，这才开口，我不敢说多了解贺先生，可他却是您交往过所有男人中对您最实心实意的。其他人或是爱您的美貌，或是爱您的家世，或是爱您的权势，可是只有贺先生对您是飞蛾扑火，什么都不图的。柳如烟秀眉皱紧，抱着肩膀的双手因为用力微微发青。韩秘书见柳如烟还在听，这才继续道，我知道您的心中只有纪少，可是论用心，就是10个纪少也不如一个贺先生。当初您苦苦哀求纪少不要离开，可他还是将您丢下。那段时间您又是酗酒又是自残，他回来看您一眼了吗？要不是贺先生日夜陪着您，我都担心您挺不过去。尤其是那次您喝醉割腕，是贺先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您挡下，后来他的手臂上一直留着那道疤，您说谁不怕那白生生的刀子呢？可贺先生为了您是什么都不顾了，他对您是百依百顺，只要您一开口，他就没有不答应的。我一个外人都看得出他对您的心，可是您却一次又一次的伤他。韩秘书悠悠地叹了口气，千金易得，真心难求，我真怕以后不会再有人能像他一样爱您犹如爱生命了。之前您说只要贺先生答应替纪少截肢，您就给他一个名分，那个时候我真为贺先生高兴，他付出了3年终于要有结果了。可谁想到纪少只是哭闹了几句，您就连这最后的希望都不给他。贺先生要截肢的时候身体已经非常差了，您最后的食言就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是万念俱灰去截肢的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也遵守最后的承诺，想要成全您。韩秘书眼神望向很远的地方，现在是折已去，活人说再多都没有用了，我今天多嘴也只是为贺先生不平罢了。最后他看向柳如烟，正色道，刘总，现在您可以开除我了。他知道自己今天这番话不光得罪纪伯晓，还得罪刘总，可贺先生已经失去性命了，他不想让他连死都这么无声无息不明不白。柳如烟似乎陷入沉思，许久才道，谁说我要开除你了？韩秘书有些诧异，可我得罪了纪少，以后在柳氏。柳如烟冷道，纪伯晓是纪伯晓，柳氏是柳氏，他什么时候有资格做我柳氏的主？韩秘书更加疑惑，您的意思是我不会跟纪伯晓在一起？柳如烟斩钉截铁道。韩秘书听到这话，先是一愣，随后可看欣慰的点点头，缓缓退了出去。柳如烟看着桌面上贺强那少得可怜的东西，眼圈微微泛红，睹物思人。这3年的一切犹如走马灯一般晃入他的脑中，他本以为贺强不重要，甚至厌烦他时时缠在自己的身边，可真的失去他后，柳如烟却觉得哪里都不对劲了。贺强已经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可惜他发现的太晚了，贺强已经彻底离开了他。柳如烟无助地捂上眼，泪水顺着指缝流了出来。这位铁血女总裁第一次露出她的软弱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柳如烟都把自己锁在办公室内，柳家的家人，她的闺蜜好友，她一律不见。这架势比当年纪伯晓出国还要可怕。纪伯晓此时是真的慌了，他这边已经放出消息，自己的白血病痊愈。正常来说，柳如烟早就像条狗一样守在自己的床边了，可是他却一面都未露，自己屈尊降贵给他打电话，他也全都不接，这实在反常。纪伯晓终于开始不安了，不会是自己的计划被柳如烟发现了吧？想到这里，他更无法淡定了，因为柳如烟从未这么冷待过自己。他想到了一种更可怕的可能，柳如烟不会变心了吧？不，这种可能刚入脑中，纪伯晓就立刻否认。柳如烟爱了自己这么久，怎么可能轻易变心？就算他真的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，自己只要在他面前掉几滴眼泪，他也一定会原谅自己，就像之前那样，这次也是一样的。纪伯晓不断地在心中安慰自己，他特意穿着病号服赶往柳氏集团。纪伯晓一脚油门，快速来到了柳氏集团，他还从未如此慌张过，双手都止不住地颤抖着。刘姐，我是纪伯晓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我病了那么久，你都不想见见我吗？他在柳氏集团到处大吵大嚷，还是几个秘书把他带到总裁办公室。纪伯晓看着紧闭的办公室大门，脸色顿时沉了下去。他在柳如烟面前向来占据高位，哪里吃过这种闭门羹？纪伯晓不由在外重重砸门道：刘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得了
这么重的病，你怎么能把我拒之门外？是不是贺强跟你说了什么？还是你觉得贺强的死是我害的？他只是替我截了只手，出现意外也是他运气差。难道你要把他的霉运算在我身上吗？这不是我的错，要怪就怪他性命该绝，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这话还未道尽，大门就猛地被从后面打开，柳如烟那张清冷苍白的面孔出现在纪伯晓眼前，他的声音冷得像是数九寒天。你给我闭嘴！轰！纪伯晓感受着柳如烟那冰冷的眼刀，不禁后背一凉，他原来想说的那些话全都卡在喉咙里。刘姐可从未这么对过他。他颤抖着上前，想要挤出几滴眼泪，惹得柳如烟怜惜。但下一刻，柳如烟就冷声道：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用那2滴鳄鱼的眼泪欺骗我吗？纪伯晓见百试百灵的这招不好用了，登时也冷下了脸。我骗你什么了？贺强没有挨过截肢，那是他自己的问题，难道这也要归结于我？而且你要为了一个舔狗跟我吵架吗？柳如烟，你搞清楚，我才是你最爱的人，还是说你已经被那个贺强打动，不想要我了？被贺强打动？柳如烟听到这里愣了一瞬，随后陷入沉思，自己已经被贺强打动了吗？或许吧，在贺强一次又一次为自己付出，一次又一次为自己豁出性命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可能就已经爱上贺强了吧？只是当时的他太过高傲，不愿意承认，但现在他终于能说出心中的那句话：是我被贺强打动，已经喜欢上他了。柳如烟抬起头，凝视着纪伯晓，一字一句道：什么？纪伯晓听到这里，面目有一瞬间变得无比狰狞，自己费了那么大力气，纵横谋划，设计布局，可柳如烟最后竟然喜欢上了贺强。你胡说，你明明最爱我的，你怎么能喜欢上贺强？他疯了一般冲上前，就要去抓柳如烟的手臂，却被柳如烟一巴掌无情的抽开。纪伯晓，我看在咱们2个认识多年的份上，不想让你太难看，你要是再纠缠个没完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纪伯晓脸色骤变，随后有些慌张道：刘姐，是不是贺强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嫉妒你喜欢我，他肯定污蔑我了。污蔑？柳如烟眼神中充满讥讽，抬手摁下手机播放视频，顿时纪伯晓脸色骤变，他慌张上前就要去争抢这手机，但柳如烟怎么能让他抢到？他冷冷凝视纪伯晓，一字一句道：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说罢，他猛地关上大门。不，刘姐，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啊！纪伯晓疯狂上前捶门，里面却没有任何应答了。刘姐，你明明最爱我的，你怎么会变心呢？那个贺强才出现3年，咱们从小的感情，你不要被他哄骗了。那些视频和音频肯定是他造假的，他死都不愿放过我啊！纪伯晓在外捶门痛苦，可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声音。最后他是彻底慌了，哭喊道：刘姐，我承认我是动了点小心思，但那也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，我怕失去你才会这样，我是因为爱你啊！我知道错了，你开门好不好？刘姐，我真的好痛，你看看我污。他这次是真的慌了。从前柳如烟对他百依百顺，见他掉眼泪心都要碎了，可是现在却冷如冰霜，将他关在门外，直至深夜。办公室的大门依旧没有打开的意思，不管纪伯晓怎么哭闹，柳如烟是铁了心不见他。他这个人一向是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纪伯晓最后也无法，只能擦着眼泪离开。我这边望着小雪，一身血液仿佛都凉了下来。我没想到小雪虽然活过来，却把自己忘了。从前那双看向自己情意绵绵的眼中，此时也满是陌生和疏离。我不死心的一把抓住小雪的手：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我是贺强啊，我们马上就要领证了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小雪似乎受到了惊吓，连忙抽回手：先生，我真的不认识你，你认错人了。我看着小雪这躲闪的模样，心痛欲碎。怎么会这样？自己苦熬了3年，本以为能让一切回到正轨，可小雪却彻彻底底忘记了自己。我不甘心的上前，倔强道：不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我是贺强啊，我们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那个时候我还是个贫困生，连饭都吃不起，是你偷偷往我的饭卡里充钱，后来你陪我一起去兼职，我给你买了你人生中的第一束花，我们约定在这座城市定居，还定下了一毕业就结婚的誓言。我们这些点点滴滴你都忘记了吗？小雪虽然想不起来，可是看着眼前男人那渴求的目光，突然内心一酸，自己明明不认识他，为何见到他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？难道他们真的有过一段？可是自己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我见小雪皱紧秀眉，满脸痛苦的模样，还是舍不得再刺激她。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呢，只要小雪能活过来，我就一定能让她想起来。就算想不起来，我追小雪一回又何妨？自己已经等了她3年，就不怕再等3年。只要2人能健康平安的在一起，就是最好的结局。可我想到这里，却忍不住想起了另外一个人，柳如烟。她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尸身了吧？不知她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我自嘲一笑，想必也不会有多大反应，毕竟柳如烟爱的只有纪伯晓一人，自己又算什么呢？殊不知柳如烟这边已经快要疯了，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真的会爱上贺强，更没想过她爱上贺强的时候，贺强已经死了。办公室内都是浓重的酒气，柳如烟不断的灌着酒，她觉得自己可悲又可笑。人在的时候她不懂珍惜，人死之后她反而牵肠挂肚，如今才到当时错，都是错。柳如烟又猛地喝下一大口酒，她因为喝得太急，剧烈咳嗽起来。可她知道，就算她咳嗽得再狠，也没有人会给她送上一杯热茶了。贺强已经不在了，自己再怎么后悔也无法挽回。韩秘书说，贺强爱她如命，可现在没了这个人，她要自己的性命又有何用呢？再也不会有人像贺强一样爱她了。恍惚之间，柳如烟打碎了酒杯，望向自己的手腕，有种想要结束这一切的冲动。她喝了太多酒，此时有种感觉，只要自己割下去，就能见到朝思暮想的贺强了。贺强，我真的爱你，让我来见你好不好？柳如烟意识已经有些模糊，但手上的动作却是飞快，眼看她就要刺破大动脉时，突然脑海中出现了一道机械的声音：宿主你好，系统测试您想要见到贺强，只要您完成任务，就可以被送往贺强的世界，您是否接受？什么？只要完成任务就能去贺强的世界？柳如烟一个机灵，酒醒了大半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贺强其实没死？柳如
如烟像是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我接受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只要能再见到贺强，他愿意牺牲一切。脑海中机械提示音再次响起，任务要求7天内让贺强真心喜欢上你，这算任务？柳如烟先是一愣，随后就陷入狂喜，因为贺强本来就是真心喜爱他，何须自己攻略？看来这是老天在给他机会，让他能够跟贺强再续前缘。他当即毫不犹豫地应了下来。好，系统提示，如果您7天内不能让贺强真心喜欢你，会责令你回到原来的世界，同时你将失去美貌、地位、权势乃至这个世界上的一切。柳如烟非常有自信，好，我答应你。贺强爱她如命，就算换一个世界，他也自信着不会更改，所以自己一定不会失去这个世界的一切。好的，系统绑定成功，7天倒计时开始。系统提示音刚结束，柳如烟就感觉头脑一阵昏沉，随后她手中的酒杯落地，彻底昏厥过去。等她清醒过来后，已经到了平行时空。柳如烟看着这完全陌生的大街小巷，这应该就是贺强的世界了吧？她本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陷入绝望之中的幻想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柳如烟陷入狂喜，她马上就能见到贺强了，只要她能见到贺强，就一定能立刻完成系统的任务，他们两个就能一起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柳如烟很快就在系统的提示下找到了贺强的家，她走到贺强家的楼下，下意识拿出小镜子整理自己的秀发。也不知为什么，从前她跟贺强日夜相处都没有如此羞涩，此时却像是要见心上人的小女孩一般。要知道，她可是首富之女，见过的男人无数，却从没有一个男人能让她如此紧张。不知道贺强见到自己会不会很激动？他应该也是很想自己的吧。柳如烟思考之间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正向她这边走来。我穿着一件简单的白 T 恤，却看起来生机勃勃，眼睛也是亮亮的，充满生命力的模样。这是柳如烟从未见过的样子。我下意识上前，可脚下一下不稳，差点滑倒。哎呀，还好没有弄脏小雪给我买的 T 恤。我小心翼翼避开衣服，拍了拍掌心的土。可就在我抬起头望到柳如烟的瞬间，脸色骤变。我狠狠揉了揉眼，随后不可置信，柳如烟。柳如烟没有发现我的眼中惊大于喜，欢喜冲上前，贺强，我好想你。下一刻，他就要冲进我的怀抱，可我却猛地后退一大步，眼神冰冷，语气也充满了抵触。你怎么到这来了？难道说他也绑定了系统？柳如烟见我冰冷的模样，心下一伤。在他想象中，贺强看到自己应该十分惊喜，怎么会拒自己于千里之外？贺强，你见到我不开心吗？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来到你的世界。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我打断。柳如烟，你回去吧，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，不想再回忆过去了。柳如烟难以相信我为什么会变化这么大，但很快他就想清楚了，肯定是贺强在生自己的气，毕竟他之前给贺强那么多伤害，还为了别的男人让他截肢，他一定很生气。不，贺强，从前都是我不对，你留下的视频和语音我都看了，我不知道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而且我已经想通了，我喜欢的人根本不是季伯晓，而是你。没有你，我觉得这世界都没了意义。你愿意跟我回去吗？他目光盈盈，深情道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，再也不让你受委屈。我看着柳如烟这深情款款的模样，只觉无奈。我不知道柳如烟为何会来到自己这个世界，也不知道系统交给她的任务是什么，不过我猜测无外乎就是得到我的原谅。但从前受过的那些苦痛，我已经不在意了，只要能换回小雪，这一切就都是值得的。我叹了口气道，柳如烟，可能我没有说清楚，现在我告诉你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不会怪你，但我们两个也不可能了。我留下手机只是想让你看清季伯晓的真面目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以后我也希望你能找到良人，咱们两个不该不欠了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就走。柳如烟还正在原地，她望着我离开的背影，不明白从前爱她如命的人为何突然变了一张面孔。她甚至都觉得这不是从前的贺强了。我没有柳如烟想象中那样激动惊喜，反而很平淡，甚至可以说是绝情。她不懂人怎么会在短短几天内变化这么大，难道是贺强太生气了，所以才会说出这种气话？柳如烟深吸口气，暗暗攥拳，自己一定要赢得贺强的原谅，只要他原谅自己，就能像从前那般爱自己了。而且还有7天时间呢，贺强当初那么爱自己，他一定能让贺强回心转意。我这边和柳如烟分开之后，转身回到家中，可是刚到家里，小雪却不在家。餐桌上留了纸条，贺强，我今天要加班，饭菜在冰箱里，你早点吃。我看着这熟悉的字条，心中说不出的温暖。我好像回到了3年前，小雪加班时也会给我留好饭菜，就算她忘了自己，但骨子里的温柔和善良是不会改变的。我笑着从冰箱中拿出饭菜去热，刚吃下第一口就眼眶发酸，还是原来的味道。这味道我想了整整3年。我一边大口大口地咽下饭菜，一边掉着眼泪。小雪刚进门就见到了这一幕，她有些无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饭菜不合口味吗？我听着她这关切的话语，眼泪掉得更厉害。以前她也是这么关心我的。小雪虽然是个女孩子，却一直把我照顾得很好。刚毕业那段时间，我们都没有钱，小雪宁愿自己吃菜叶，也要让我吃上鸡腿。她身上的衣服洗得已经透亮，还是攒钱给我买新衣。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也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。而在自己穿越后，我就站在了小雪的角色上。那3年我才知道小雪这些年来有多不容易。我擦了擦眼泪道，不，很合口味。小雪温柔一笑，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。我听到这话，心中更是无比温暖。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她即便忘了从前我们的点滴，但还是会在意自己。次日一早，我才刚下楼，就见柳如烟正在楼下等着我。她似乎一夜未归，身上都是寒冷的哈气。柳如烟有着一张极为精美的面容，即便一夜未睡，依旧美艳出挑，站在人群中十分打眼。旁边的不少男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，可她却视而不见。但柳如烟在见到我的瞬间，却是眼前一亮。你醒了，我给你买了豆浆，你之前最爱喝的。说罢，
他从怀中拿出一杯还带着体温的热豆浆，笑着递了上来。我却没有被美女关注的开心，反而一脸无奈。谢谢，但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之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我要过我自己的日子，你为什么还要纠缠我呢？我只是想要弥补你。柳如烟上前一步，眼神充满凄苦和卑微。不需要，我果断拒绝。柳如烟，我再说一遍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没有怪你，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弥补。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也快些回去过自己的日子吧。我的眼神中已经有些不耐，自己为了复活小雪，对柳如烟百依百顺，我们本就是各取所需，所以我也没有责怪过柳如烟。但柳如烟一直来打扰我的生活，我就很不爽了。我们本来就是两条平行线，短暂的相交是因为命运的驱使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就应该回归自己的世界。柳如烟却是不解，贺强，我不懂，你之前明明那么爱我，怎么在几天内像变了个人？我不相信，那3年的感情都是假的。我本不想伤害他，可见柳如烟追问不休，只得正色道：如果我说就是假的呢？这话犹如晴天霹雳，柳如烟彻底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贺强说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可若真是假的，他为什么能坚持3年？柳如烟这一刻彻底傻眼，他不想相信，也不愿相信，他是凭着贺强的爱，一腔孤勇的来到这个世界。若他不爱自己，那么自己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？他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告诉自己，贺强只是还在生他的气，只要等他气消了，一定会如从前那般待自己的。他一定要找贺强说个清楚。可惜我接下来的几天都在躲着他，柳如烟一直没有机会。这日我约小雪去游乐场，我想要故地重游，让小雪想起从前的回忆。小雪对我虽然还是很好，但和从前相比多了一些客气和疏离。我希望她能像从前那般。好在小雪不忍拒绝自己，还是同意了。我这一天都很开心。谁知在他们过马路时出了意外，一辆车刹车失灵，正向小雪撞来。3年前那痛苦的回忆再次涌上我的心头。小雪满身是血，倒在自己怀里的画面历历在目。我不能再让悲剧重演了。在这瞬间，我猛地推开小雪，向她凄凉一笑。从前是你保护我，现在轮到我保护你了。我缓缓闭上眼，砰！重物撞击的声音传来，可是预料中的痛苦却没有到来。我下意识睁眼，却惊慌地发现挡在我前面的人是柳如烟。此时她的额头上都是鲜红的血迹，双眼紧紧地闭着。终于有人后知后觉道：快叫救护车，这有人出车祸了。我也是慌张起来，我怎么也没想到柳如烟竟然会挡在自己面前。她不要命了吗？我一把抱起柳如烟，就向救护车冲去。小雪心善也是连忙跟了上去。急救室的灯光亮起，我心神不宁地坐在手术室外。虽然我对柳如烟没有任何男女之情，但是看到她为自己撞车，说不被触动是不可能的。小雪看着我脸色难看，伸手握在我冰凉的手上。你认识这个人对吧？他被撞车时，你的表情不像在看一个无关的人。我沉默了许久，回握住小雪的纤纤玉手。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坦白，虽然这件事很荒谬。我说到这里，自己都觉得接下来的话不可信。小雪却对我温柔道：你说吧，只要你说，我就相信。我将这3年发生的事情全部跟小雪说了一遍。当初我为了复活你进入了柳如烟的世界，系统给我的任务是对她百依百顺直到死亡的那一刻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每天都陪伴在柳如烟的身边。这3年来，我为她冲锋陷阵，为她扫平一切，最后甚至替她心爱的男人截肢。但柳如烟的心爱之人并非正人君子，他在那个世界屡次陷害我，我录下了他的罪证。柳如烟应该是看到那些证据后后悔了，所以才会来到我的世界。说实在的，我并不恨他，因为只要能复活你，就算让我吃再多苦我都愿意。我的眼神垂下，可是我回来之后，发现你彻底把我忘了。我知道这些话很扯，但这是真的。说吧，我撸起袖口，让小雪看着我手心的疤痕，别的都能消失，可这些烫伤的疤痕是不会消失的。小雪心疼地看着我的伤疤，眼圈微微发红，随后搂住我的肩膀。我相信你，但我还没有完全想起我们的过去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我一定会想起你的，一定。我重重点头，随后暗暗在心中也做了一个决定。手术结束后，医生快步走了出来。哪位是柳小姐的家属？我上前，我是。柳小姐受的只是一些外伤，现在已经醒来了，家属可以进去。我点头，随后长出口气，大步走进了手术室。柳如烟一睁眼就见到我，正十分开心。那边我就开口了：柳如烟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柳如烟的笑意僵在嘴角，她突然有种想要逃离的冲动，她莫名有种预感，我要说的话，她很可能难以接受。说吧，我不想伤害柳如烟，可若是一直让她蒙在鼓里，反而更加残忍。自己虽然对她百依百顺，但也确实欺骗了她的感情。我们原本是互不相欠了，可柳如烟偏偏冲出来救下自己，这反而让我落下了不忍。所以我觉得柳如烟应该知道这一切的真相。我深吸口气，如烟，其实从一开始我就骗了你，我接近你不是因为喜欢你，而是为了复活我真正的爱人。这话一出，柳如烟的脸色瞬间苍白起来，她唇上的血色也瞬间消失了。不，我不相信。贺强，你说这些都是为了让我放弃你，对吗？我自顾自地叙述起来。3年前，我和我爱人在登记的路上发生了连环车祸，当时我爱人为了救我不治身亡。那个时候我万念俱灰，是系统告诉我，只要穿越去你的世界，对你百依百顺直到死亡的那一刻，就能复活我的爱人，就是我要完成的任务。只是当时我必须找个借口待在你身边，我就只能说我对你一见钟情。可是你没有发现，我虽然能为你刀山火海，但我对你根本没有一丝感情吗？我对你的话就像执行任务一样。当初你听我在睡梦中说我要离开，也是因为死亡倒计时只剩下7天。我之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舍命救你，不是因为我爱你，而是因为只要你死了，任务就彻底终结了。游乐场那一日也不是为了讨好你，而是那天是我和我爱人的纪念日。我之所以留下那部手机，是不忍心你继续被季伯晓欺骗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生你的气，更不需要你的补偿，因为我从头到
到尾都是在执行任务而已。现在任务完成，我回到了自己的世界，也复活了我的爱人，我的愿望达成了。至于你，抱歉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那3年的一切都是假象，因为不爱你，所以我对你没有占有欲，因为不爱你，我才能眼睁睁看着你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，因为不爱你，所以我才能那么干脆的离开。我深吸口气，从头到尾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在这瞬间，柳如烟几乎僵硬在原地。贺强从前没有说过这些，他还没有发现，但如今一切全都摊在他面前时，柳如烟才终于明白贺强身上的古怪了。原来他从未爱过自己，那所谓真挚的爱意，也从来都不是对着他的。怪不得他每次望向自己的时候，都像是在通过自己看另一个人。此时此刻，柳如烟才终于明白贺强那句“我的出现就是为了实现你的所有愿望”。当时他还被贺强那炙热的爱意灼烧，现在看来，一切都是为了任务，是他自以为是的觉得贺强爱自己就如爱生命。哈哈哈，原来我才是那个笑话。柳如烟凄凉一笑，眼泪都要掉下来。我坐在一旁不语，我们之间的爱恨纠葛犹如乱麻。现在我倒是已经不知道是谁欠谁了。我就这么静静守着柳如烟一夜。次日一早，柳如烟早早收拾好自己，面色苍白地看向我。贺强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你能不能最后抱我一下？今天已经是7天的最后一天，他知道自己要面对怎样的结局，但还是忍不住想要留下最后一点温存。从前他不懂珍惜贺强，现在他想要珍惜也来不及了。贺强有了自己的爱人，他这一夜都在想，如果这3年他好好对待贺强，他们两个会不会拥有不一样的结局？柳如烟满脸苦涩，而今才道当时错，都是错。现在他只想用自己最后的一点时间再放肆一回。我摇头一叹，并没有拥抱他，而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抚着。柳如烟并非多坏，只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女孩。我也希望对方能回到原来的世界过好她的日子。可柳如烟却不满足这一点小小的安抚，她一把就要把我拉入怀中。但在下一刻，我突然闻到了熟悉的花香，小雪那张温柔的面孔出现。但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小雪看向自己的眼神不再是疏离客气，而是充满了失而复得的爱。她想起来了，她终于想起来了。小雪看向柳如烟道：“柳小姐，抱歉，他是我的男人，所以这个拥抱还是我给你吧。”随后她大大方方地拥抱了柳如烟，我也是双眼通红，像是等待许久一般，捂着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小雪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小雪回抱了回去，并露出一抹大大的笑容。是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柳如烟看着这刺眼的一幕，强忍泪水，眼露祝福。贺强，祝福你。我此时也连忙擦了擦眼泪，对他笑着点头。我也希望你能得到幸福，快回到你的世界吧。我并不知道柳如烟要面对什么，柳如烟也不想告诉我这些，只是用最后的力气将我深深刻入脑海。头脑中那机械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宿主您好，7天时间已到，系统测试您的任务失败，请您做好准备，您将失去自己的美貌、财富、权势以及一切。柳如烟释然地闭上眼，很快就消失在原地。我望着柳如烟消失的方向，随后紧紧地抱着小雪，身体微微颤抖。还好，我把你找回来了。还好，那3年我没有放弃。小雪也是坚定地回报回去。贺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开你的手。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春天总会到的。还好，我们都没有弄丢对方。